美国真的会弃台吗？来，我们给大家看到白宫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给出了答案。简单一句话，台海有事就是美国有事，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美国国家级的承诺。川普会怎么做呢？简单讲，揪团打群架，提高开战的成本，让解放军不敢轻举妄动。过去大家一直这个纠结在，如果台湾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扮演什么一个角色呢？是。但是呢，现在根据白宫所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说呢，事实上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防堵战争有任何发生的可能性啊。对。所以他要透过维持军事优势来遏制台湾冲突，才是他现在首要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来讲哦，如果今天台海真的发生战争之后，美国需不需要完全独立去负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呢？所以也传出来讲说呢，这个整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强调要敦促日本跟韩国支援台湾来共同抵御威胁啊。可以看到日本防长最近去会晤了驻日美军的这个指挥官，他特别强调要宣示持续推动所谓自卫队跟驻日美军的紧密合作，而且还要共同维系区域稳定啊。那这个当然被大家认为就是说，你为什么特别强调区域稳定？所以不会仅限于日本国土里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叫做西南离岛啊，甚至提到了说这个西南离岛有可能会未来说会成为抗中的最前线。好，西南离岛这4个字一出来，就会发现跟台湾息息相关。最近我们天天在讨论的宫古水道、辽宁号火控雷达射控锁定，就在西南离岛啊。其实过往我们在讲说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时候，大家直觉的概念都是日本、台湾、菲律宾啊。是。但问题是从日本到台湾中间有很长一块的这个海域的部分，看起来是空的。可是呢，您刚特别提到说西南离岛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空的上面呢，日本要加强防范啊。所以你看到日本在台湾周边去打造了一个飞弹群岛，像琉球群岛部分它有超过160座大小的岛屿哦。日本政府最近在这些地方开始部署飞弹雷达塔弹药库，甚至其他的这个作战设施都进来，连九州这个部分它也部署了 F-35战机跟所谓的远程飞弹。是。那你想日本之前不是成立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吗？对。他们现在期待的这个跟规划的作战的这个响定里面他们希望在2个小时之内呢，能够到1100公里之外的西南离岛周边海域啊。所以它的整个的严密的部署，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快速的运动。西南离岛当中最特别，跟台湾也可以说最直接相关的是这个地方，离我们最近的与那国岛啊。最近日本其实积极打造这个与那国岛，要成为反舰杀手的前进基地你可以看到他们海军跟陆战队的远征舰队拦截系统里面呢，对，已经配备了射程大概在185公里的 NSM 飞弹那你想想看，射程185公里什么概念？其实不远，对，其实距离不长，是。但是呢，当它部署在与那国岛的时候，对于台湾，我告诉你，这个距离就很重要了。对，为什么？因为对于来犯之敌来说，我近距离的部分，我可以透过这个 NSM 的飞弹系统呢进行攻击。再来就是因为它具备高机动性跟隐秘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使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快速的发射，同时快速的撤离。再来就是说，日本也准备在这个地方明年度要采购新型的暗制反登陆艇飞弹那这个也代表就是说，很有可能日本其实在整个的规划里面，对于所谓的夺岛攻击的这件事情，已经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那包含到说这个所谓的反登陆的这个部分，其实日本的爱国者飞弹部队呢，也到美国去进行实弹射击。其实过往像我们在买这个所谓爱国者飞弹的时候，他会给你测试用的这个训练弹，但是呢，你很难有机会进行这个所谓的实弹射击。所以你看像日本他当时到美国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还去参访了萨德系统对。那萨德系统之前部署在南韩的时候引发中国非常大的这个抗议。但是呢，连现在日本都要去参访这个萨德系统的时候，会不会呢？接下来有可能日本把这个萨德飞弹系统呢，把它部署在西南的前线呢？好，我们讲到，如果台海一旦引战，对我们来讲最迫切相关的威胁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不是飞弹，不是抢滩登陆，而是封锁。我就问，之前多次兵推都说，只要他封你起来10天，天然气你就断气了，你就被掐喉咙了。台湾准备好了吗？而且我们没有乌克兰这样的纵深一旦灯号一响，全岛每一寸土地
都被前线了。事实上，你讲到纵深啊，像当年8年抗战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用空间换取时间啊。但是如果我的战略纵深不够大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是，别人有心要封锁你的时候，你退无可退。对，所以会发现到说呢，台海如果开战的话，全岛其实都是前线。重点就来自于是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有广大的腹地，所以当他在这一线遭受攻击的时候，他可以转进到其他地方去。对，我们当年的那个8年抗战的时候，其实就用这种方式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转进啊。但问题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腹地的状况之下，你想想看哦，乌克兰首都基辅啊，距离前线有450到500公里左右，这比台湾北到南更远了。但问题是我们北到南是一整条线呈现在这个所谓的西部地区这个地方，所以如果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会变成全岛都是前线的情形啊。那你想想看哦，对于共军来讲，如果他今天真的要进犯台湾的时候，他一定也会知道，对台湾你根本没有战略纵深的这一块，所以我如果进行全面封锁的话，可能是最有效让你没有办法抵挡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美国国会报告就说呢，共军其实有办法快速去封锁台湾啊。你看国防部的这个所谓的印太安全事务部前助理部长薛瑞福啊，他就提到说，像目前为止啊，中国解放军的海军跟海巡还有海上民兵啊，经常出现在台湾海峡的周边，甚至更不要提说过去不是有什么抽沙船或干嘛大规模集结。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有心要动作的时候，包含台湾东部海域的这一块哦，他都有办法呢，很快的就就位。所以如果要执行海上封锁的话呢，不只是所谓的军舰的部分，如果我把民兵船，甚至连抽沙船这些东西都挡住你的重要航道的时候，很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第一个先执行海上封锁，第二个会转换成为攻台行动啊。所以呢，对目前啊，其实各国啊，很多人都发现到说，他们不是有每次就3不5时一艘军舰，然后通过台湾海峡，一直在强调说什么，这叫做自由航行权。虽然加拿大也是一艘，法国什么都是一艘一艘过去，很多人觉得说你一艘能干嘛？但重点他们要凸显什么？要防止台湾海峡变成中国内海啊！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让它一旦变成内海，我就被你包围、关门放狗的话，他们要驰援就被你阻隔在封锁之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美军的船舰哦，标榜它是自由航行啊。你看加拿大之前这个军舰也都通过啊，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过 CSIS 兵推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广大的腹地。那这个会对我们的所谓的天然资源也产生很大的威胁。比如说，我们现在能源的部分都是依照船舶的这个运送的状况。你看哦，如果共军要封锁台湾的时候，天然气很有可能在10天之内耗尽啊。那你如果重要能源的部分呢，被消耗殆尽的话，我们还有多少的能力去进行持久战的一个作为呢？哇，最后这一句其实很严肃如果他封锁我，我最多能撑10天。所以台湾的角度、美国的角度，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台湾能不能做好抗封锁的准备？我们准备好了吗？第二，如果我撑得够久，撑到美军来驰援，也许有机会，但美军驰援投递的速度够快吗？对中国来说，如果他要发动战争的话，他最大的这个战略想定一定是开战即终战啊，也就是我不会让你时间增长，因为时间一增长的话，你其他这个外援的兵力啊就有办法投送过啊。那我当然就是撑越久，美军越有机会可以驰援呐。所以目前以美军来说，他们不断的在演练他如何把他们这个重装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投送到所谓的这个需要这个投送的地区以目前来讲呢，他们规划是一个重装甲师在24小时里面要快递到5000公里之外。那你想想看，他凭什么这样说？第一个，美军拥有数百架的这个重型运输机你也可以来进行投送的这个情形。第二个是呢，美国在许多的实战经验里面累积了这种投送的经验。比如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里面呢，他们总共执行了14000次的远端运输任务，甚至像美国第82空降师在24小时之内就从美国本土呢抵达沙烏地阿拉伯。那1洞1空降师呢也随即部署到位这个都在强调我必须要快速的打击、快速的部署。最重要的是，我要能够让他在一落地的时间里面就进入到战场所以呢，很多人就发现到说，我刚刚提美国是在非常多次的空投任务里面去累积
机这样的一个经验，就让大家不由得不想到，美军啊，其实最为人所乐道的叫做柏林空运的这个所谓的任务啊。那一次发生什么事？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那时候二战刚结束嘛。那二战结束完的时候呢，大家就讲说啊，那这个德国啊分为东德跟西德，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西柏林。对，很多人讲西柏林，可是你知道它位在东德的这个位置里面哦。结果1948年的时候呢，苏联啊那时候就觉得说，你今天其他3个国家对我也不友善，这样我要封锁柏林的地面交通跟这个所谓的物资运输哦。所以呢，他希望就是你其他3国啊这些盟军什么的哦，你不要再来干涉我一些相关的做法。结果呢，那时候呢，这个美军有一个空军中尉啊，对，他那时候降落在西柏林机场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今天这个禁运对于当地的民生来讲，产生很大的一个状况。对，他就隔着铁丝网看到好多小朋友一直伸手跟他要东西，对，他就把他随身带的这个糖果啊，就说，我分给这个小朋友。结果没有想到，小朋友好像跟一辈子没有吃过糖果，这样一直抢。哇！结果这个空军太震撼了。这个飞官他一回去之后，他就觉得说这个画面真的让他终身难忘，所以他就发起了一个行动，你知道？他说呢，我希望能够募集一些的这个糖果，能够发送给这些柏林的小朋友。结果没有想到，他这个行动他一推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好多人响应啊！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居然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运输行动啊！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盟军的飞行员，他们开着这个轰炸机，然后飞到西柏林的上空里面，就开始空投东西进来。它不是空投炸弹，是空投糖果。不是哦，你看它每一个小包装上面都有一个小降落伞，他们就把这个糖果啊，透过这个轰炸机的部分，用这样方式投送下来。那当地的民众啊，然后去能够有这些东西啊，对，你知道盟军总共完成了27万多次的这个飞行，甚至呢不只是糖果，还空投了200多万吨的生活物资啊，给西柏林的这个人民哦。好，那最后回过的台海，回过来台湾的防卫，就是说我必须撑得够久，撑超过10天、半个月，甚至1个月，可不可以撑到再一次复刻美国的不可能任务，空投驰援台湾？我们准备好了吗？所以这个准备好了吗？概念来自于是当你驰援的兵力到达之前，你有没有办法撑得住？对，所以现在呢，美军有前高层有讲说呢，他们其实也比较担忧，是台湾有可能在反封锁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他提出了几个疑问哦。第一个，如果美国要空运驰援台湾，那我哪些机场可以确保我的航路是畅通的？第二个是呢，我的机场跟港口，我如果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物资要进来的时候，我的处理量能够有多大？对。第三个是呢，我的物资进到台湾里面来啊，你有没有办法防止人家从内部去破坏？也就是你要防范所谓的第5纵队啊这些攻击，还有什么？你物资进来之后，你看像我们这个地震啊或干嘛，大家关心的是物资进来是一件事，如何有效的发放出去，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全民防卫来讲，这些东西你军方政府如何跟民间公司、跟民间团体来相互合作，这些其实都在美军整个规划里面，希望台湾能够做出更详尽的规划。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